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哎，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已经4年了。结婚前，我觉得我老公是个特别好的人，脾气好，性格好，对所有人都好。但结婚后，我觉得他的好却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负担。他特别喜欢借别人钱，甚至还人傻钱不多的去替别人担保，最后自己还不上，还要我来帮他补窟窿。他对于钱一点概念也没有，对于未来也没有任何规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过下去。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马先生29岁，来自陕西，自媒体；女嘉宾马女士30岁，来自江苏，英语老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欢迎两位。福生，借我200块钱呗。您说什么？我耳朵不太好。哎呀，怎么这样？那你可不行啊，你没我老公好呀，借钱都不愿意。我跟你都见过一面，你都见过我，咋不愿意给我借钱呢？人家主持人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借你钱啊？那你也知道主持人莫名其妙借我钱啊？厉害，这老师，你看上来先情景演绎，这是你老公干过的事儿？那肯定，我们俩是属于游戏奔现。结婚之后，他原来不只是对我好，他对所有人都好。对陌生人都好，比如说我们游戏好友，可能只跟他打过1把游戏，别人开口找他借200块钱，他就借。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这个人跟我玩的时候特别开心。你认识别人吗？那人家现在有困难呀，当时说的就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他会不给我还。哦，那你还能再借一次。有一个男生能开口借50块钱，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一个男生找你借50块钱，那肯定是没有钱还的你的呀。确实借了哈。啊，借了呀，然后50块钱借了。比借我一下，你把你的游戏 ID 号给我一下，我加你好友。张老师，我帮你记下来吧，您告诉我，反正就借了，对吧？对，50你也借，200你也借，这是250啊。对，那是250啊，确实呀。我请问一下，你借多少钱给你的游戏好友了呀？借了多少钱？说。4、5千块钱吧。4、5千块钱是小钱吗？问我呀？对，我问你，就是我口袋里连50块钱都没有的人，当然是大钱了，怎么是小钱呢？这还要问我吗？对不对？大钱，大钱，确实大钱。我借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不会还啊。然后呢？现在没还怎么办呢？是要我替你去还呀，哥？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跟他一起认识的一个网友，别人这开口就不是4、5千块钱了，他给我们借房租，借了7800块钱。那个朋友他也是他的朋友，我们也玩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有微信。过节的时候，经常就给他呀，给我们一起发那些红包呀、祝福什么的。那当时他收钱的时候，他收的也挺开心的。他现在有困难问我们借一下钱，那我为什么不能给他借呢？我都说了，他是网友，你怎么知道对面是什么样子的人？那现实中万一是个老赖呢？那你借这个钱就不要了吗？还有一点，他给我红包，我没给他发吗？我凭什么要借7800块钱给他呀？那别人现在有困难问你借的时候，那你要拉下来给人家说啊，我不给你借，还没还？还没还？还了，是还了，半年还你1500，我再半年还你1000。别人最后是不是给你还了？都还完了吧？那还有没还的账呢？还把钱借给谁？这钱是他借给他姐开淘宝店的。主持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因为我姐之前她干过这个服装生意，然后她现在就是因为资金的问题，然后需要3万块钱，她现在需要帮助。那你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跟我说呢？我如果跟你说了，你是不会同意去借的。我为什么不同意借钱啊？我是什么尖酸刻薄的人啊？因为他姐姐之前开了一个店，开了一个服装店，但是倒闭了，又一直在赔钱，然后他这个货款也没有清，然后他又跑去跟他弟说他又要开网店，账单你都没清，你又往外借一笔钱，那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这种，你是增加他的负担吗？还增加你的负担呀？就是因为他现在这种情况，所以我不能跟你讲。我跟你讲，你肯定是不愿意给他借的。行，那我就问他什么时候把这个钱给还了，这个没有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对，你看你姐说的是什么话？发语音我没听到吗？那天我发语音的时候，我自己拿他手机录了个屏，我今天还把那个屏给拿过来了。
现在年轻人这么自己听听猛啊！看。我坐这儿，我越想越生气，真的，我就想不通了，就这点钱，就一个劲儿在那说。那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浑身的胀，那怎么弄？把我逼死啊！他就那么尖酸刻薄，就非得这会儿我给他还，他缺钱吗？一进你们家，安宁到处都是东西，又不光你一个人花钱，把那些东西全部加起来都能卖几十万了吧？反正你们就逼我吧，反正也不是说你逼我吧，你就让他逼我吧。看着他，我就觉得茶里茶气的。一开始你们俩结婚，我都觉得他就不配你。反正你俩现在就是，你虽然是我弟，反正你俩现在结婚了，你俩就是夫妻俩，现在就不管我死活呗。我现在反正豁出去了，把我逼的，反正我就是不还，我就不还，你能把我怎么地？你就问他能把我怎么地？你也听出来他是什么听出来？听不出来？气话呀！哦，我只是问他什么时候还钱。是。他就说我要把他给逼死。我做什么了？我借钱了，我还成了恶人了，是吧？你现在也知道他的情况，那你现在一直问他要，他也给不了你啊。那我就不该要。行，这个姑娘，我一开始觉得你逻辑还挺清晰的。听到这儿，我发现你完全是一个情绪控。那比如说，来把那个图拿回来。我要生气的是下面那个，下面应该是老公回的吧？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这样啊，他现在天天因为这个事儿跟我吵，都快烦死了。我要在意的是这个。他跟我说过了呀。这是当一个家里面的人用这种方式去描述你的时候，你的先生是赞同，你应该更多的愤怒来自于对他，而不是对于他的家人。你把这个主次关系搞清楚，咱这事儿就过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说什么他给别人担保是怎么回事？那个情况是这样子的，是我哥想开一个那个烧烤店，把他的怎么样经营的模式啊，或者是怎么服务的这个流程全都给我讲了，然后我才去给他担保的。我觉得正常人来说，你能替别人担保吗？而且你哥说你要创业，那你创业了吗？那钱呀？他没有收入，那他老婆孩子全都指望他吃饭呢。等于说，没结婚之前你借了钱，结婚之后我还要陪你一起养孩子、养哥哥、养老婆，替你还这一堆债，是不是？这是婚前吗？一开始是婚前替别人担保，然后呢，但是结婚了呀，他哥才把这个钱用完之后还不上的，那不是应该就成了我们2个人的债务了？是。但是这个是他婚前1个人的事情，那现在变成我的事情了呀，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他一点金钱观念也没有，一点家庭责任感也没有。我没有金钱观念吗？他比我更没有金钱观念，他特别爱买衣服，你知道吗？就女生打扮自己不是很正常吗？难不成喜欢看我邋里邋遢的？女生爱买衣服我能理解，但是她看一次直播买50、60件衣服，1个月下来能买几百件衣服，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她的那些衣服买来她也不穿，吊牌都没有拆的放好几箱，还有一些衣服是穿不出去。我刚好出门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拿了一件，就是这样子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衣服。主持人，你会允许你的老婆穿这种衣服出去吗？你这问题问得很奇怪，你得问说你媳妇儿会买这样的衣服吗？对，人是有审美的，你的审美是什么样，他的审美是什么样的，挑媳妇儿我没有办法接受呀。而且就算你没法接受，你选人家干嘛呀？对，而且我说我这衣服怎么穿不出去了呀？而且他不说这个是衣服的话，我以为这个衣服是这样用的，围嘴。我吃饭的时候是这么用的。我这个解释一下，因为我平常除了自己当老师之外，我还会去拍照，那我是需要一些上镜的衣服，这有问题吗？我没说有问题啊。但是你刚才说了说你老婆有审美什么的，我说了我有上镜需求，我说了我要拍照，我有舞台表演的演员是有这个。是。对呀。我觉得很 OK 的。上镜也分怎么上镜。那不管上镜拍照呀。我们还比较了解上镜需求的事儿。那 live house 开业，那我穿棉袄去。没问题。主持人，我把那个我家里面的那个他的衣服的那个视频我也拿来了，欣赏一下。对，这里是他每次出门房间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衣柜里面的衣服已经塞不下去了。这里是另外一个房间，给他放了一整面墙的衣服。还有这里是厨房，没有办法做饭了，但是他的衣服，他如果再买衣服的话，我现在只能放到卫生间里面去。我说一句哈，我这衣服是可以变现的，你呢？你买的那些 PS4、PS5落在旁边都放灰啦。我男生我又不抽烟又不喝酒，那我玩一玩游戏怎么了？不能玩游戏吗？那你还往游戏里充钱嘞？那我朋友他们都充钱，那我不充钱他们带我玩吗？狐朋狗友一堆，你为什么要跟别人玩嘞？那我不是现在不玩了吗？然后呢？那你为什么又要买 PS4 买手柄呢？
那我现在就玩单机游戏，那我肯定得买点设备啊。哦，然后呢，没玩几次放在那落灰了。那还不是因为当初主持人是这样子，当初我正在玩游戏，剧情里面可能有一个情侣的一个剧情，然后这个被他看到了之后就把我逮住，从早上骂到了晚上，现在搞得我现在游戏我都不想玩。那你为什么要玩带有情侣的这种角色的游戏呢？剧情里还有跟人家聊天啊、哄老婆的剧情啊。哥你不，你老婆在家跟男的，晚上正在聊呢，你回家一看到。我跟你说，主持人别生气，老婆就是在玩游戏。不是，这也是跟选择有关系的。就像我们也选择不到那样的老婆。我永远跟你讲选择权，你不要老是虚拟假设。我们讲选择，对吧？这样的你是不会选择的。那你不知道他拥有我是他的幸运。这个我肯定不知道了，幸不幸福他知道。而且他就花这些钱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商量过。刚才也说他借钱的时候压根都没跟我商量过，我不是他老婆。这不对，对，就是不对。你干啥事情都不跟我商量。是我不跟你商量吗？你有时间让我跟你商量吗？你抱着手机从早到晚一直在跟你的闺蜜聊天啊，甚至有时候还聊通宵。你怎么没？你想问的时候还不能问了，我还把你嘴堵住了。主持人，上次我开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有件事情要跟他讲，然后我刚跟他讲了一句，他说闭嘴。哎，不是，你不觉得打断一个人说话语音很烦吗？我正在说话，你啪把声音插回来，我都忘记我前面说的是什么了，你就不能等我把语音发完再过去吗？我问个问题行吗 ？OK。我的生活经历，因为我很少发语音啊，但是以我的这个生活阅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坐在我的副驾上面，他在发语音，我在专注着开车。我不知道他这个时候是发语音还是在干嘛，我随口说一句也不是一个什么天大的事儿。不是，他打断我，他说他有事情要跟我商量，然后我正在给我闺蜜发语音。不是，你这个脑补的有点多。他都没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要跟你商量？他刚才说了，根本不管我要说什么，所以不重要，重要的是男生他说这个问题，实际是说在现实生活里面，你有一点点漠视我。对，说的是事儿嘛，是漠视我嘛。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好朋友吧？有好朋友也不用一天24小时聊天吧？而且从认识你到现在，你一直都是这种状态。我为什么打游戏，也是因为你一直抱着手机的。那我为什么跟我闺蜜聊天，都还是觉得你提供不了我情绪价值呢？还有一件事情，主持人，我们蜜月旅行的时候，别的情侣蜜月旅行选的是云南大理、三亚这种地方，对不对？她选的地方呢，因为她闺蜜想要去拍雪景。然后她就要跟她闺蜜一起去零下40度的延吉啊！蜜月旅行那地方我们不说啊，确实是带着闺蜜去的吗？对，而且她带闺蜜就算了，我出去就像他们拎包的拍照的工具人。因为我跟我闺蜜认识10几年了，我们每一年都会相约出去旅游，然后一起出去玩什么东西的。这个不存在说我认识她之后我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出去，然后可以拍照片啊什么东西的。不是，这到底是个蜜月还是闺蜜旅行？就是顺带，因为她在北京，我在武汉，每年都约好了一定结婚这件事儿是个挺大的事儿啊，对吧？我要跟我的老公去蜜月旅行了，对吧？我跟我的闺蜜每年都有闺蜜旅行，那为什么正好卡到时间一起了？那就为什么不能一起呢？我甚至觉得我不去都可以。那你还去？那没办法，那我的蜜月旅行，那我肯定要去的。那就没办法了。那他兄弟叫他的时候，他不是砰砰就去了呀？那他还在说我，而且他兄弟真的是他兄弟说什么就什么。他兄弟说要搞个游戏工作室，他说哎，我来给你贷款搞游戏工作室。那不是因为你天天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一直在跟我吵，一直在我耳边说，那我不是为了赚钱吗？啊，你赚钱就要去贷款，你天天在那异想天开呢。我去创业，我肯定是需要资金的呀。那你不能脚踏实地的干，不能先找一份工作吗？而且你知道吗？咱俩现在还是租房子住耶。租房子住怎么了？这个房子住腻了，那你换一个环境不好吗？主持人好吗？让你跟你老婆2个人，一会儿这里换个环境，那里换个环境，这里换个环境。你今年多大呀？我今年29岁。我倒觉得没问题。没40岁之前过这样的日子特别浪漫。这话都是一模一样的，你们俩简直是太契合了，不加个好友都说不过去，真的。是，我们肯定再加好友也不会去搅和你的蜜月的，这你放心好了。然后你们度蜜月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那得交上你啊，多契合的兄弟。新认识的朋友，忘年交。是，你还知道忘年交啊？你知道忘年交你要对老同志稍微尊重一点啊！我不，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把我当成了一个19岁的小伙子呀，我可不是了。
没事儿，这不好意思，重要。这个是我有的时候职业不是，有的时候我职业原因，你的职业是什么？英语老师。而且我当时有问他，你说40岁之前这样子挺浪漫 ，OK？ 那我退1万步来说，我很赞同。我刚有问他，我说那我以后生了小孩，我也跟着你左飘右飘吗？小孩连个学也没有上，不固定的。所以说他现在是对未来没有任何的规划，对这个钱也没有任何的观念，对工作也没有任何的想法。那咋过呀？未来的事情你们怎么知道啊？那未来说不定。那确实未来是。你以前做什么工作的？我以前是开饭店的。现在呢？现在一直陪着他。那你钱从哪儿来呢？因为我做自媒体嘛，然后就有时候做一些推广什么的。哦。现在家里面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你还是妻子啊？他比我多一些。哦，多少？多1半。行，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我说这么多，他不得改啊？重点要改哪些？借钱这个东西，以后你跟我商量一下，我说 OK 了，那你再去考虑你接下来的事情，那懂吗？借钱要商量啊。对，第二个，你这些外债，我不想在你家里面做任何的恶人，希望你自己去把这个债给我要回来。第三个，你的工作，我希望你不要漂浮在天上呀。什么叫眼高手低呀，异想天开呀？完全就是形容你的，脚踏实地，懂吗？听懂了吗？听懂了。能改吗？改不了。听懂了吗？听懂了，但是两个人能改吗？两个人过日子，对不对？还在那讲条件呢。两个人过日子，我觉得你现在脾气也是越来越大了，颐指气使的，一直这样把我当小孩一样骂。那我有时候想跟你去沟通，也不敢呀，对不对？太可爱了。而且你也没时间让我跟你沟通。行，不要听，别跟我在那讲条件。不是你，反正都这样了，你带他来我们这儿干嘛呀？那我就是让他改呀，那不得你们说吗？你们听吗？我说的话左耳听右耳冒，天天在他耳边说。我们是不对，他每次好行。今天我们算是您请来的帮手是吧？行。来，各位帮手啊，该你们上场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人都姓马。对。但是今天我感觉你们不像夫妻，更像彼此的差评师，一个是败家老公，一个败家老婆。你对外大手大脚，他对自己大手大脚，你们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呢？帮助别人这当然是好事，但是需要有分寸感，量力而行。另外要看清楚是什么原因借钱，还有你有什么资格去担保？你是对家不管不顾了呀。我更多的感觉你是通过借别人钱，感觉自己被别人尊重，有一种满足感。当然您刚才差评你妻子的，1个月网购这么多衣服，你有1000条理由万条理由，在很多老百姓眼里这就是败家老婆。你不要以你的工作，大家都懂。我就不是需要他去付，我起码能负担得我自己的衣服，这个是 OK 的吧？我自己买衣服，自己拍照，自己拿衣服花钱。但是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夫妻啊。夫妻关系是不是你的工资也是他的共同财产？我想买100件就100件，你对这个家有责任吗？那我的工资在负担我的情况下，还有富裕的替他去还这是你们的事情，你愿意还是你愿意，你不愿意还完全可以把他踢出婚姻的，这是你的权利，对， OK， 法律保障您。对，所以你们2个人的问题，并不是说大手大脚的问题，所以就是他的问题，而是你们2个人对婚姻的态度，对自己未来幸福的态度，都一样。我们说夫妻关系又称为亲密关系，你们2个人的夫妻关系毫无疑问是假性亲密关系。但是生活不是游戏，你们这样是过不下去的。就是我吧，干了一辈子心理学，我这时候插一句话，不是买东西这事儿。刚才于大哥说你们这婚姻可能走不下去那个瞬间，女方急了，女方立刻就在开始说我为婚姻做了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老公淡定如水？因为他一直就是那个性格。是性格吗？对，真的就是我平常骂他，他就是。一说到离婚你急了，人家可是心如止水哦。来，周老师，至少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完全不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他的确做事情借钱没有原则，他好高骛远，但他是你选的呀，你结婚前就知道他是这个样子了。所以我说所以你现在在舞台上这么去骂他，你不觉得很丢你自己脸吗？因为这是你选的，就像你买了件漂亮衣服，你也不允许我们说它不漂亮一样。这个人也是你选的。婚姻是什么？婚姻不是爱情，爱情是我喜欢你，你怎么样都行。你这个人即使有那么多不好的没关系，我爱你就可以了。但婚姻有责任的，有经济的责任，有共同抚育未来双方父母养老的责任，还有可能你们有孩子以后有孩子责任，还有一个家里的亲戚朋友的责任，你们可能都有。婚姻有一大部分是社会责任，你没想过吗？如果你真的很爱他的话，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去相处关系的人也好，你可以引导和教他。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花钱无度，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给别人有钱的边际的人，你真的可以离婚。我不管其他的，我至少知道现在有一个点，如果你俩彼此都不互相尊重这段婚姻的话，不如早点离吧。因为你们不把婚姻当事情，你们把婚姻当儿戏。所以两位29岁、28岁，好好想想接下来你们要怎么把这段婚姻经营下去。但是想的一个前提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尊重一下对方。我现在怀疑，有人不是嫁给爱情，有人是嫁给心眼儿了。你想跟他过日子吗？想啊，想啊。咱们说说过日子的具体内容。你妻子今年多大岁数？29。医学上的高龄产妇是几岁？35。6年之内，你妻子想要孩子，你知道吧？你妻子刚才说以后要孩子吧，以后没有房子怎么要孩子啊？你结婚了1年，你连他想要孩子你都不知道。他一直说是还剩几年？他今年29，医学上高龄产妇35，还剩几年？6年。你没琢磨过？这叫你想跟他过日子。基本常识你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你不知道，你连跟他要不要孩子这事儿你没仔细规划过，这叫你想跟他过日子是吗？你想跟他过日子吗？那肯定是想的。你怎么想？口头上想，计划全不做，这叫你想跟他过日子。你想跟他过日子，你考虑过一个娃早教多少钱，幼儿园多少钱？他想不想跟你过日子，你自己心里琢磨啊。然后我就发现了，价值在哪儿？你姐拿了那么多钱，你指定没有啊，你都负债了。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你告诉我。10来万吧。啊，你明知道自己在外头负债10来万，然后你还给这个借钱，给那个担保，这叫你想跟他过？你想跟他过日子吗？你跟所有人嫌他烦，你跟所有债主还钱用的是他的钱，你到底娶她为什么？有人是嫁给爱情了，还是嫁给心眼子了？你干嘛这么沉默啊？我觉得我们两个能不能过下去是由我们两个说了算，所以我比较淡定。孩子注意，知道什么叫吃定你了吗？好，我说完了啊，我可能在这胡说八道啊，我主观臆测了啊，我希望你们幸福百年好合。小伙子，我问你2个问题啊。第一个，你姐有房子吗？没有。你哥有房子吗？我哥有。啊，你有房子吗？没有。你觉得谁困难？都挺困难。都挺困难的。有房子的不困难，还是你困难？我困难吧。啊，所以你是真的去帮助困难的人吗？那我当时是觉得他需要我帮助。对，而且所以稍微理清一下，你就发现跟困不困难没关系。你的问题在于你认为他需要你，对吧？你所有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都是因为你觉得他需要你，对吧？对。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会愿意去帮助人家？是因为你人好吗？
也不是，因为当时说的时候，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对，因为他对你的需要触发了你内心的某种多巴胺，对吧？差不多。所以我们稍微挖一下，从第一性原理里面你就发现，你在所有这件事情上，不是因为他是个老好人，或者说他人特别好，而是因为别人对他的需求、对他的需要，会让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这是他在生活里面的第一逻辑。有的时候不要自我感动，你其实是丧失了自己生活原则的人。到最后，你看，你想让所有人都需要你，然后你觉得我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一个拯救者、帮助者，但到最后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欺负你呢？你生活的原则已经丧失了，这是你现在生活落到现在这个状况的一个本质嘛。为了一时的存在感的满足感，而丧失掉了生活里面真正的原则，然后你不断的逃避争斗，到最后你不会拒绝。所以要看到自己的一个人格缺陷和自己的能力的缺失。我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认同吗？可以啊。好，姑娘，承认自己有错很难吗？有一点。那你觉得在这个舞台上，你对着主持人上来就指着他鼻子这么说，是对还是错呢？不对。其实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啊，你很缺爱，你对于情感关系是有依赖感的，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是有强烈的紊乱的，然后你在情感关系上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依赖，所以你是不可能离婚的。你对他的依赖感是很强很强的，他要有一天离开你就崩溃了。你们两个人事实上本质上来说就是全部都在人际关系上有强大的缺陷，所以反映到生活会变成这么一个状态。你在舞台上喋喋不休，你在那边好像是我情绪很稳定，不是的。所以在我看来，你们两个人组合正确的，因为你们互补了，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最应该做什么？你们两个人应该成为战友，你们应该去制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打比方说，刚刚雷老师说的特别好，6年内如果要生孩子的话，那我们要买房子，我们要生孩子，那我要存多少钱呢？比如说我在6年之内，我们两个人每年存10万块钱，我要存60万，有了这60万，我们可以生孩子，说不定小房子可以买一个了。好，那么如果我们每年要存10万块钱，那是不是我的衣服就得少买？不用他来告诉你，你自己想。那对于你来说，是不是有些钱我必须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那我孩子以后没有房子住，也不需要他告诉你，你自己去想。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需要去改自己在人际关系模式里面的一些缺陷，你们人格缺陷。比如说你要去学会对抗那些曾经对你有需求的人，那些所谓的假的满足感。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从此以后我们不要相互指责，我们去做战友。你看着我的问题，我看着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去制定一个计划和方向，然后再好好的走下去。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有观众朋友需要让陆琪老师帮助指点迷津的，可以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注明我们是爱宝的老粉，陆琪老师会给一份新手礼的。我注意到了，这个婚啊，即使是个深渊，这姑娘不会爬出来。当你们在肯定的说这段婚姻要怎么样的时候，这姑娘的下意识动作，眼泪、点头，这是她下意识的。但凡你们要说这个婚姻是向一个不好的方向走的时候，它就像刺猬一样就弹出来了。所以你要考虑为什么你对你的婚姻有这种心理状态，自己去考虑一下。姑娘，刚才你一掉眼泪，你老公立马过去给你递纸巾，那瞬间你幸福吗？你现在身上在我看来缺乏的是什么？你最缺的其实是自信。我相信你先生的生活经历和生活阅历，你先生在某个层面是可以引领你的，没别的了。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认识你这么久了，这段时间我确实也是
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就是我也是说了，希望你能改。就是你的钱甚至是可以替你还，但是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主。但凡什么事的时候，考虑一下我，考虑一下家庭，这样子我们俩才能过得长久呀。不是说只一味的帮你。我也是想要我们之间沟通多一些，不希望你天天看着手机，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沟通。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肯定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也是我不想的。然后，希望我们两个就多一些沟通。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看看他们自己作何选择，请开门。来，我们一起见证这对年轻夫妻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就是希望你以后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考虑到我。他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当小孩一样凶我。那你能干嘛？你还爱不爱我？肯定爱你。请亮灯。谢谢两位啊，请回。祝你们幸福啊！谁听见刚才他们俩说悄悄话了？那个满场说我又能挣钱，我长得又漂亮的人，最后问你还爱不爱我？这就刚才特别想说的，就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人发出了说你还爱不爱我这种特别不确定的提问的时候，这关系就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嘛，感受得到了嘛。来，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办婚礼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由于当初我俩呢也是闪婚，婚后啊我才发现我老公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人，每天就知道做一切不实际的梦。我承认这些年我确实做了很多错事，可是我也不想的，他打我骂我我都认了。我为了这个家在不停的奋斗，可是他倒好，就知道败家。这样的日子我和他真的是过够了。我知道我老婆为了这个家这些年真的很不容易，我只希望她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弥补她。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于先生34岁，来自吉林个体；女嘉宾樊女士33岁，来自吉林个体。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各位老师好。又来一败家的是吧？对，主持人。谁败？对，主持人，我不败家，谁败家？他败家是吧？对，我老公特别败家。啊，咋败家呀？说说吧。我和他呢，2017年在网上认识的，6、7个月就已经闪婚了。他结完婚，本性就开始已经暴露了。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这小伙瞅着挺稳当的，有工作。但是呢，我俩办完证之后，他可倒好，天天打游戏，结果给这工作也打没了。就靠我自己来维持这个家的，你说生不生气？生气。这个打游戏吧，它不光是打游戏，因为我做这个培训师嘛，当时那个店也培训到尾声了，就是裁员这块也裁到我，因为我这个培训费也挺高的，所以说我这个打游戏，我是想着做一个第二职业，做一个副业。因为我朋友是打游戏，专门是做这个游戏主播，收入也挺可观的。你看别人干嘛呀？把工作也打没了。我跟他我都老生气了，一天都上老火了。别老上火。他说打游戏不是他想作为一个职业吗？他后来去做了吗？他没有做，
把我们家有一个房子的钱30多万都打没了，结果这事儿他也没干成。打什么游戏要打30多万啊？他说今儿买皮肤，明儿买这买那的，我就想不明白，你买貂了还是买啥了？能买出去30多万？其实当时我玩这个游戏吧，也是为了挣钱去的，因为你装备不行，也没人看你。开始投入是挺少的，后来这话，这眼瞅要这个直播投流了嘛，我就投了一段时间，所以说一下就花了30多万。完了后期啊，哎，这号还封了，完我这窟窿不违规怎么会封号啊？啊，也是有违规的地方了。主持人，你说他气人不气人？这当然气人了。我也挺生气，我当时把我们家桌子也周了，照片我也都扔出去了。我把他手机也砸了，我给他2个大嘴巴，我也说你别回来，咱也别过来。我上我妈家住去了。哎，他倒好来找我妈，又求我妈，又这个那个的。后来这找我丈母娘，完了跟我丈母娘说了，完我大姨子那块也帮我说说话，完了我俩挺好的。这会他也原谅我了，这不原谅了不就没事了吗？不是说原谅的事儿，那不是发现我怀孕了，我寻思我要有了孩子，我俩能稍微的好一点。人哪有不犯错的，我也能理解，那谁都想挣钱，但不是说异想天开的。完之后因为我怀孕了，我觉得第一次犯错我能理解，给他一次机会吧。完我就生了我闺女，我闺女现在已经3岁半了，但是她还是死性不改呀。你说我就为了还他，还有一点点这个贷款和这个他欠别人的钱，我黑天白天上班，我是做个体的，我做美容行业的，我确实我也是挺不容易的，不容易，因为要付出很多的辛苦。我记得怀孩子5个月大的时候，我自己上天津，我开车，高速上他前面有撞车的时候，我那个车急刹车了，当时也给我自己就是这个肚子，因为不是特别大嘛，碰了一下，当时我也挺害怕的，车上的所有东西都推到了前面，还好是没有出事儿。这包括我都快要生孩子了，我白天还在工作，我晚上去生的孩子，我出了月子28天，我第29天的时候我就已经上班了。我为了这个家，我辛辛苦苦的。我怀孕这个期间，他还是不上班，他还是这样。结果他干上什么了？不玩游戏了，他改了，他干啥了？干榜一大哥了，刷快手、刷抖音，给人刷礼物，一下刷出去70多万呢。不是你什么情况啊？因为这个当时我现在就是接触这个自媒体了，我当时觉得干个网红带货不也挺好吗？咱这也能听说会说道的。完，我就是网上认识这些主播朋友啥，他们都几百万粉丝。说那啥，你前期认识我们，你得给我们刷点礼物，占个榜啥的，完了涨粉快。当时也是，哎呀，我没寻刷那么多，就是开始这一个膨胀的心理吧，开始能站住榜。后来他这个粉丝量上来了10多万人，这家捧我一上来说，哎呀，哥来了，我夸，当时这也是上脑了，这一下膨胀心上来，我就歘，我就一人点，这几个月下来一下就把这个透支卡呀，把这个朋友借的这几十万也都刷里去了。当时我也没想到，完了。哎呀，刷完之后我都拍大腿，我这老上火了。我寻思我当时我也想过不好的想法，我寻思孩子这么小，家里还有老人啥的，我说我还是告诉我媳妇儿吧，我也没路了。当时，主持人，我跟你说，这是还不上了，他回来才跟我说的。短短的5、6个月时间，他就刷出去70多万。我要不查他手机，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今天都把证据带来了，我让大家看看，看到了吗？3月、4月、5月，你看看你刷出这是多少钱？我当时我都没想到能刷出去70多万，30多万我刚给你还完这些尾款，你说你要整出这些，啥家庭啊？你自己不挣钱，你父母也没有钱，你就靠我还整个孩子，奶粉钱你不出，尿不湿钱不出，你啥钱不出都靠我。投机取巧吗？你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你自己有手艺有本事，为什么不能脚踏实地的像我一样去挣钱？不，他现在在干嘛？他现在我又通过我朋友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做啥？也是做养生培训这一块。咋样？收敛没有？你说他收敛了吧？他不玩这个了，干别的了。他现在又开始买彩票，买了好几年。你把你的彩票拿出来，让主持人的各位老师看看。我这还中5块钱呢。你花多少钱买的？你天天买，你有那钱干点什么不好啊？不是，对你花了多少钱中了5块？这个是花了8块钱。那不是还差3块钱呢？不是这个，我之前我也中过大的，我做梦完我梦一个号，完了我买下还中3000块钱呢。主持人，你看到了吗？他总是异想天开，总想靠着不劳而获去挣钱。我咋想的？我寻思这个
因为他现在也挺累的，上班啥的，为家庭也付出不少。我觉得买个彩票，万一我一下中了之后，我能给他减轻点负担的。我本身咱也犯错了，犯2个大错误，也不是小错误。说我这块我也为家庭，我觉得你好好干活不就行了吗？哎呦，真是我。你都说他好好干活，后来在前年的时候，他父母到我这边了，父母没有工作，完了也没有房子，到我这边，我觉得跟我住有点不太方便，我又首付给他买了一个房子，让他就是给父母能还一点贷款嘛。我寻思你不往家交，我也不指你了。这可倒好，这大哥，你猜他怎么的？贷款还不上，还让我还，首付我拿的钱，贷款你还让我拿钱，你怎么总让我拿钱呢？家里开销不用你，你说你这也不是钱呢？我拿钱，那也我拿钱。不是，你说这2年这个也不景气，我挣的工资都是有数的，我也没乱花钱。你有啥数啊？你有数？我是每次就是我花的，我看我的主任我都不敢跟你，我就每次我花1块2块花小东西，我钱我都记账，给他看吧，他还不相信。生活中点点滴滴，像咱们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不过日子不知道这些贵的。你有账本吧？有账本，这些账本我都带过来了。看账本，看账本。哎呦，主任你看到了吗？10块、20、30他都记，你看早餐16，电池他都记。你看早餐26，你看买菜16他都记，哪有啥大钱的地儿啊？买个花露水，买个面皮10块钱他都记。别看这个小，这加起来1个月也大几千。你说我1个月开这工资开1万块钱，完了我这还贷款1半。那你怎么花你也花不上那个啥呀？1个月5000块钱零花，你说你还不够吗？家里的人情礼往开销都是我，你说大钱哪有你花的？完了你还总让我来填补你。我跟你啊，我这3观呢，我现在真是达不到。主持人他太那什么了。行吧，他对家里人应该还都挺好，对不对？主持人，你要不提这个吧，我都不想说。你一提这个，我更生气。我怎么老往人嘴里喂呢？你说？对我妈，那是因为我俩吵架了，我不跟她过了，她去也能给我妈买最多200，不带多买的。对我婆婆，我婆婆有病了，腿走不了道，她也不领去看，我领着去看腿去，领找医生，我给花钱，我给接，我还给送饭，她从来都不问。她在亲情上这方面，好像就跟她没事人一样。她觉得，哎，好像我不用管，那不是她亲妈。过年过节，她妈的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链、金戒指，全都是我买的，她一个都没有买过。我都觉得她好像有点没良心。不是这块我说一句，因为啥？你看一个男的工作早出晚归的，他的工作还挺闲着，所以他有时间他管不也很正常吗？那我这块真的起早贪黑的上班，完了我也没啥时间，就是顾家里这件事儿。咱俩有一个人去不也挺好吗？但是我能不想吗？很多事儿我都想，但是咱们能力有限的，我现在挣不来那些呀。主持人，你也能听得出来，我在这个家里，我工作一直是很忙，包括你看我生完孩子，我都是一直在外面这么工作，有的时候我甚至我30多个小时我睡不了这个觉，我要上外地上太原，我从凌晨2点开车到那儿一直工作，工作完了我5点多开车再返回我们当地老家，我35、6个小时我不睡觉，我不比他忙吗？我要管老人，我要管孩子，你挣不了多少钱，你这点事儿你还有借口。就有一次他出去跟人玩了，他姥去世了他都不去参加，我那么去说他都不去参加。事儿听明白了，离了吧。我觉得我也不能跟他过了。主持人，你不能这么说呀。确实这日子过得比较别扭嘛。他是属于特别有意思，先极端的挥霍，然后他对他身边的人是没有感激的，所以我就问你，你就他哪儿吸引你就让你这么坚持啊？我就觉得我要离婚了，孩子也挺可怜的，他爸他妈你说也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的，我俩真离婚了，他妈他爸咋办呢？和孩子你带着呀。我是能带着，但你说老人，我俩一离婚了，他什么都没有，父母上哪儿去住去？我可能就是一味的软弱，心疼老人和孩子，完觉得这个家要是真是离婚了，孩子我觉得挺可怜的，就是可能他抓住我这弱点了吧，他一味的这样的。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他总说能改，但是确实是不犯之前的错误了，但是他又出现新毛病了，就永远没长大嘛。是吧？我也在一直陪着他慢慢的长大。哎，这比妈还妈。哎，行了，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人最大的悲哀是遇上了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丈夫，但很显然，作为妻子，你很享受这样的悲哀。您看，一个男人打游戏能够把工作打没了，在那个时候是很适合散伙，你为什么不散伙？走进婚姻，哪一个丈夫敢刷榜一大哥刷70多万？虽然你有钱，但是这不是钱的问题。您看他每天寄希望于什么？空想。对呀，一个人的付出是维系不了婚姻的。你够强势了吗？但是改变得了他吗？您现在是不是力不从心，感觉您一切的改变都失败了？对。其实您也要反思自己。是。他这样的状况，恕我直言是被您纵容出来的。对。如果真的您想拯救这段婚姻，今天就和他离婚，看他表现。如果说离婚以后，让他成为一种倒逼，自己振作起来了，努力了，负责任了，可以复婚。如果1、2年还不行，赶快再去找一个真爱，会对孩子好的。他的父母，他会去负责任的。你觉得他很傻？我觉得他不是傻，他一点都不傻。我就说一个小细节，我自己也在网上去刷过，给别人要送礼物，因为有朋友直播的时候要刷一下。刷礼物的时候是要充值的，我一充值，他要问你充10块、充20、充100、充多少？大额的至少是几百以上上千。我一充值，因为那是钱啊，所以我一充一想，哎呀，这么多钱啊，那我少刷点呗。难怪我直播你都没给我刷过礼物呢。好贵啊！我告诉你，我给他们2个刷过，我不超过50块钱。对啊，我就充个10块，就是在我看来啊，10块钱刷个礼物。我想的是，那我还不如请朋友吃个饭，那可能更实惠一点，那是朋友。所以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70万和30万总共100万啊，你每次充值进去，你难道没点数吗？你说，哎呀，我不知道啊，一句话好轻飘飘就把这个东西遮掩了。你充钱的时候你没个数吗？那充1万、充10万，你不知道吗？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你在充值那一刻，你心里一点家人都没有，你想的全是我怎么能开心，我怎么能够变得更多，我怎么能够更爽。所以你心里完全没有别人。一个心里没有别人的人，一个这么自私的人，我真的想问你跟他在一起干嘛？所以这个婚姻还要不要？我觉得你说了算吧，因为你来定。但是这个男人能改吗？说实话，从今天上节目到现在，我没有看过丝毫他能改的迹象。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今天想当一个严母的话，该分就分，该离就离，该不给他任何经济的后盾支援就不给他支援。你如果做不到，最后受苦就只能是你还有孩子。就是一直不慌，满脸的顺从。为什么你不慌？因为你知道离不了。你知道我只要满脸的顺从痛苦，乖乖的，离不了。你们这些劝人离婚的人特别没劲，为什么呢？不要剥夺别人生活的快感，人家要的是什么快感？要的是我用特别幽怨的状态跟所有人说我多不容易，我多努力，我的生活虽然苦，但是看我去太原谈生意，我去天津谈生意，我自己去，我是多么的强大。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反衬的道具，这个道具最好只挣扎不还手，他的挣扎让我有快感，他的还手就不安全啊。于是他只挣扎不还手，这个道具最好离不开我，最好好乖，最好被我捏着小把柄。他刷成了榜一大哥，刷出70多万，这是个，你放心别慌，你的存在是你妻子在生活当中奋发向上的阳光和快感来源，你别慌。他点头了，我讲明白了吗？我讲明白，您
也不用假装一定要离开他。有些人来我们这儿是真的痛定思痛想离婚，有些人来我们这儿是所有逻辑判断我真的该离，但我又不想离，我去爱情保卫战，给我不离，在我自己心里找一台阶儿。雷老师，我也是奔着您来的，您千万别，就是给我您千万别判断。我这人实话，我不给您判断，有快感自不离，而且您也不用特别不好意思。您跟樊女士结婚了，您的生活是好多我见过好多成年男性的生活，一生给自己的家庭提供的贡献一个细胞。除了这个细胞之外，只给家添乱，不给家帮忙。但是自己的老婆看着自己的孩子，就得给自己一口饭吃。就是您还很乖呀，我还见过吃着这口饭还跟老婆动手的，我都见过。所以不寒碜，好多人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的。我只是告诉您，您不慌，其实也不用我说，您自己就不慌，对吧？您一点都不慌。没了我，你哪儿找那么好的反衬去？趁着你能干，趁着你孝顺，然后能衬托出你对我妈比我对我妈都好，然后你跟每一个人都忍不住说的时候好冤，每个人都给你足够的同情和认可，不就是因为有我这道具吗？要不然该有10分快感，你只能得7分，不是吗？所以离不离您看着办，您来到这儿也不一定是为了离婚，所有存在的自有合理性，这是我自己的，所以你别劝人离。是，多不好意思。我们傻。在这个问题上，那雷老师真是一盏明灯啊，啪亮了。来，陆琪老师，日子都是自己的选择嘛，对吧？对。哎，你存下钱了吗？存下了。存得多吗？还可以。还可以啊。这个钱他拿得到吗？现在？他拿不到，因为他也不挣钱，他也不给我钱。是啊，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跟他离，你跟他离就可以分他存下的钱了，一半是你的。我不会那么做。不，你琢磨一下，你现在跟他离是你最高收益，因为你跟他一辈子，你这辈子可能也拿不到他现在存下钱的一半的钱了。你琢磨一下啊，这是个好点子。我不会的，陆琪老师。姑娘，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这一辈子过得不好吗？啊，3个毛病，第一个叫懒惰，第二个叫软弱。姑娘，你能存下多少钱，那不是你的本事，是时代给你的。你今天是能挣钱，明天你又不能挣钱了，你觉得这个男人还会跟着你吗？你觉得这个男人还能照顾你吗？他今天怎么对孩子的，他今天怎么对妈的，他明天就怎么对你，甚至可能还不如。为什么？因为你当时没有妈对我那么好。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不能挣钱了，你倒下了，请问这个男人会怎么对你？孩子跟他在一起，像他学他，他是怎么对妈的，未来孩子就怎么对你。孩子不跟他在一起，他像你，他学你，你是怎么对别人，你是怎么奋斗的，孩子就是怎么样。你说你孩子应该像他呢，还是像你呢？像我一样。那你为什么要把孩子留在他身边？离不离婚是你的事儿，未来的生活也是你的事儿，自己想，就这样。有很多观众朋友说陆琪老师解决问题很有一套啊，他们想找陆琪老师有没有特别简便的方式？陆琪老师给回答一下。可以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上搜我的名字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搜索陆琪。对而且爱宝的粉丝过来，我还给送一个礼包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老公，我还是希望你能得到改变。过了这么多年，我也现在认识到我对你的这种爱和惯纵是一种错误的。一个男人应该承担起一片天、一个家和一份责任，我不能再这样的去惯纵你、纵容你了。老婆，对不起，这些年我做了很多的错事，我为这个家，为你，为孩子，真的没做出太多大的贡献。但是我
一定，我今天向你保证，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把以前的我全部抛去，以后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新的老公，是一个积极向上，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最后爱你一次的机会，我真的不想失去你。谢谢两位，请回。来，于老师，如果妻子真心是为了丈夫好，真的应该先选择离婚，男出女不出。他们会出来，但是也许他们的生活以后会真的要走下坡了，一定会都出来的。花无百日红，人无再少年。我一直想说，离婚得趁早，越拖越糟糕。该离的时候还是得离，是吧？来，我们看看这对夫妻作何选择，请开门。好吧，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对不起，好了，改变自己，我以后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对待你。为了咱闺女，咱们一起努力，为了这个家，好好对待老人，对待我，对待孩子。行了，日子还得继续过。哎呦，请亮灯吧。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改变自己，男人就得顶起一片天，不能总让女人在前面冲。知道了，老。那么多的钱和事情。行，谢谢两位，回家训子吧。谢谢，请回。谢谢各位老师。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请。我都没办法开口真实的说出来，说祝你们幸福。虽然我知道他们这个状态，可能身处其中的人内心有一部分东西是满足的，但是我知道，其实对于家里面那个小姑娘来说，并不幸福，因为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她所见到的是畸形而扭曲的。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